为什么不要和闲云握手？因为那是仙人掌。朋友们，那个女人终于进卡池了。今天啊，我们就给抽到闲云的朋友分享一下她的培养攻略。作为原神里边首个服务于下落攻击的角色，闲云到底应该怎么养呢？这要从闲云的小技能开始说起。闲云的小技能呢，它其实是一个3段跳，可以1-3下，跳的次数越多，伤害呢就会越高。然后在冲到敌人的时候，它还会产生一个范围性的风元素伤害，并且呢进行一个小范围的聚怪，感觉这个聚怪效果和砂糖类似。然后呢就是闲云的大招，释放完之后可以给全体队友进行回血，并且呢产生一个小机关，有这个机关存在的话呢，你的上场的队友会有8次的跳跃力加成。这个时候相信大家就懂了，直接切换你的主 C， 往地下疯狂砸就行了。然后呢，就是闲云的天赋，闲云在释放 E 的时候，可以给全体的队友加暴击。还有呢，就是在闲云的大招期间，会根据闲云的攻击力提高队友的下落攻击伤害。听到这儿，相信大家呢都已经知道啊，闲云到底应该带什么圣遗物了。哎，没错，攻就完事儿了。具体的套装还是要分情况的。如果你是跟萧一起组队的话，可以给闲云选择一下吸食之歌，加治疗量，还能提供一定的辅助作用。当然，宗师也可以。那如果说是跟非风系的队友一起组队呢，推荐大家无脑的去选择风套就完事儿了。武器的话，专武我们就不说了，除了专武，像什么天宫啊、尘世之锁啊，基本上加攻击力的都可以用。4星的话呢，有一个倒是很合适，但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，也就之前送的一把活动武器啊，叫做正世之明瞳，是一个贝壳，跟星海啊特别搭，但是属性跟星海啊那是8竿子打不着，但是跟闲云也反而非常的合适。主次条加攻击，而且还加充能，都是闲云需要的。那如果没有这个，其他的4星什么糟心啊、忍冬之果啊，或者说什么次元铺满，也就是那个沉水之流华都可以用。最后呢，我们主要来说一下闲云的配对，首当其冲的肯定是萧了，毕竟啊是主打下落攻击的。开完大招之后呢，就是大装机啊，咚不停的往下发。那有了闲云的加入之后，就可以组成一个赫鲁晓夫的阵容。就目前来看啊，绝对是萧的顶配阵容了，但成本也是巨大的，非真爱党就不用考虑了。还有一个呢，就是一众的大剑角色了，毕竟他们在下落攻击里边的倍率都是非常高的。比如说这个蒙德城受了3年之辱的蒙德萧爷卢老爷，审判。3年之期已到，莫欺少年穷。我这个下落倍率非常的高，而且呢，武器还可以带元素附魔。有了闲云的加入之后，就可以组成一个闲云水神卢老爷。后面一个人，你想用行就用行，想用夜兰用夜兰啊。到时候啊，卢老爷一个引分止浪伤害也是非常可观的。我们卢老爷终于站起来了，龙出狂喜。当然还有一种情况，也就是满命芙宁娜。满命的情况下，福呢在释放 E 之后啊，会给自己增加几秒钟的水元素附魔，并且他的普攻和下落攻击啊，全部都是生命倍率。那么在这个情况下，切换到盲形态的福下落倍率啊，在所有的角色里边是最高的。这个时候再搭配闲云，你再配上一个后台挂火的，比如说像香菱打个征服，伤害将是非常爆炸的。可以说一个下落攻击啊，打个大几10万的伤害都妥妥的。别说大世界了，深渊的怪他也经不住你这几砸的。有满命芙妮娜的朋友可以尝试一下啊，但是这个啊，毕竟成本太高了，并不是所有人都有。其他角色的话，也有人问，比如说像尤拉合不合适啊？尤拉作为大剑角色，下落攻击的倍率确实不低，但是他的下落攻击其实是不能给他的大招，也就是那把剑叠层的，所以你愿意放弃他的大招去打下落吗？感觉多少有点为了树包饺子了。然后呢，就是胡桃了，我觉得也不太合适。第一呢，就是闲云它是个奶，我们知道胡桃它是需要压血线的，本身带个奶感觉挺违和的。还有呢，就是胡桃的下落攻击的僵值啊，实在是太高了，感觉不如多出了几下。当然还有一个新的4星角色嘎明，也是打下落攻击的，感觉跟闲云还是蛮合适的。叉 P 党想玩的话，倒是可以试一试。其他的话呢，应该就没有什么更合适的了。OK， 以上呢就是咱们有关于闲云的培养攻略了。总的来说呢，闲云是一个针对于特殊体系的辅助风奶，并不是所有的阵容都合适。如果说你想去体验一下新的玩法，也是可以抽一下的。最后呢，就是每一个点赞关注的朋友都能一发入魂，10连双黄，每个人都能抽到自己想抽的角色。